前些日子，阿尔及利亚和沙特狂买中国052D 导弹驱逐舰的时候，我科普了一下中国的这种军舰到底厉害在哪儿。简单的说，就是中国版的神盾驱逐舰。在介绍052D 的时候，也说了一下中国的055驱逐舰。有国很眼馋，但中国不卖，都是驱逐舰。055也就1.3万吨，确实是大得多，但比航母还是轻多了。到底强在哪儿呢？因为055太特殊了，这是一款我们为航母量身定制的驱逐舰，对抗普通军事目标。52D 是最经济实惠的选择，只有对抗航母的时候，055才能大显神威。地球上那么多驱逐舰都被航母摁着锤，凭啥说055能驱逐航母呢？要解释这个原理，首先要解释一下航母为什么能崛起。二战前，地球上最强的军舰是战列舰。那个年代的航母和大型运输船在制造上没啥区别，只是一个能运飞机的运输船而已，并不被视为海军主力。直到人们发现这东西可以把战列舰和一切军舰摁着打。战列舰绝迹半个多世纪，现在的军舰全部皮儿薄馅厚，已经很久没人知道战列舰的恐怖了。二战前的军舰分3大种类：巡洋舰、驱逐舰、战列舰。巡洋舰的设计目标是巡洋，出于维护国家利益的目的，军舰必须定期在海域进行巡航。这样的话，你就不能太费油了，不然巡洋的费用就能把国家耗破产。所以，巡洋舰的特化设计目标就是牺牲护甲、牺牲火力，换取高机动性和高续航，以实现需要的持续续航目标。驱逐舰出现的时间要晚得多。原因是当时的海军出现了一种叫鱼雷艇的东西，这玩意儿隐蔽性极好，体积很小，速度很快，造价低廉，挂了完全不可惜。但一旦有机会接近，就可以对敌方军舰造成巨大打击。所以必须设计出一款专门用来驱逐鱼雷艇的军舰，以驱逐鱼雷艇为目标进行特化设计的军舰就叫驱逐舰，而战列舰就是大炮巨舰的典型代表，正面对轰敌对海军主力，牺牲了一切，只为提升自身防御力和攻击力。巡洋舰想跑，战列舰根本追不上，但战列舰向你港口逼近的时候，巡洋舰只能迎战。这时候你会发现，战列舰打巡洋舰，那和殴打小朋友是一样的。这种舍弃一切只为把攻防拉满的角色，战斗力极为可怕。日本大和舰是人类历史上制造出来的最强大战列舰，因为在航母手上死得太憋屈，也成了战列舰绝技的最后荣光。我就以大和舰的参数给大家展示一下这玩意儿的威力。陆军最大的常规大炮是155毫米榴弹炮，发射的是155毫米的炮弹，一发下去可以把一整个足球场的人类炸成碎片。这玩意儿能威力那么大，是因为炮弹够重，一发155毫米炮弹重达50公斤左右，达到了正常成年男性军人可以频繁装弹的体力上限。而且这个只是弹头，配上发射药之后，完整的155毫米炮弹是这么长，弹头和发射药需要2名炮手分别装填，都是炮手的体力上限。如果做成机械自动装弹，多重的炮弹都可以装填，但这样大炮就会很庞大，只能沿着交通线战斗。敌军一旦离开交通线范围，那这样的巨炮直接就成了废铁。但海上没有交通线限制一说，军舰可以使用自动装填系统，炮弹的口径可以不受人力限制。大和舰的重量高达7万吨，光搭载的侦察机就有7架。这艘战列舰和航母一样重，造价也和航母差不多。而这么多的资源，大和舰全部用在了攻击和防御上面。大和舰装备了9门460毫米口径的主炮，24门124毫米的高射炮用来防空，另外还配了162门25毫米的机关炮用来末端防空。大和舰使用的460毫米炮弹，一发的重量为1.5吨，可直接击穿9米厚的钢筋混凝土工事，最大射程42公里。现在你还觉得50公斤的155毫米炮弹重吗？这就是大和舰主炮的攻击力。而大和舰当年设计的时候，假想敌也同样会具备460毫米主炮，所以大和舰的防御力也必须拉满。大和舰的钢板厚度已经厚到丧心病狂的地步，铺天盖地的钢板堆出来的效果，使大和舰主炮塔正面装甲可承受460毫米主炮在25公里外的炮击。甲板可无视从3300多米高度投掷的500公斤航空炸弹的攻击，这些全都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后的军舰装甲。唯一的弱点就是防御雷的装甲不足，因为全舰已经太重了，没法再加钢板了。为了弥补这个弱点，整个大和舰被划分出了1147个水密隔舱，确保偶尔遭遇到鱼雷的攻击，也不会对大和舰造成致命打击。空战的任务交给航母，对抗鱼雷的任务交给驱逐舰，对抗敌方海军主力战列舰的任务交给大和舰。这是日本海军最初的构思，理论上说没啥问题，但是航母太变态了。
美国参加二战后，因为自己的民用巨型运输船太多，随便就能改成轻型航母，造战列舰已经来不及了，于是疯狂造了一堆轻型航母下饺子。然后人类惊讶地发现，航母这玩意儿居然能通杀一切军舰。这时候大和舰已经快造好了，想改也改不了，于是大和舰就下水了，然后就被活生生的炸沉了，到死都没见到过航母一面。航母的攻击和防御远远弱于战列舰，如果航母敢让大和舰靠近460毫米的主炮，一发炮弹就可以送一艘航母上西天。论持续攻击力，航母也不如大和舰。航母所有的战斗参数里，唯一超越大和舰的就是射程，因为大和舰主炮的射程只有42公里，而航母的舰载机可以飞，所以航母可以在数百公里之外就对大和舰发起攻击。因为射程超越了所有军舰，所以任何军舰碰到了航母只能被动挨打，所以军舰的主炮全都是废铁，只有防空炮还有点用，而你最大的战果也顶多是打下航母的舰载机，永远不可能伤到航母本体。航母的舰载机哪怕失误无数次都不会导致航母沉没，但战列舰只要失误一次就会被送入海底。由于射程的原因，导致大和舰永远都在和舰载机战斗，直到被炸沉都没对航母发射过一次主炮。在最后一战中，美军多艘航母共出动了386架舰载机，对大和舰进行了多波次的攻击，多次装载弹药投掷向大和舰，总攻击架次高达上千次以上。在这无穷无尽的空袭中，装甲无敌的大和舰虽然可以无视绝大多数攻击，但防空炮都是摆在甲板上面的，被美军的舰载机逐一炸毁后，就逐渐失去了反击能力，成了只能被动挨打的铁王八。但刚才说了，铁王八是有弱点的。水下防鱼雷的装甲不够厚，在失去了大部分防空能力后，美军舰载机就肆无忌惮地返回航空母舰，装载鱼雷低空投掷。在这无穷无尽的鱼雷攻击中，虽然大和舰总共设计了1147个水密隔舱，血条够厚，但是总归有耗尽的时候，最后终于被舰载机的鱼雷给活生生炸沉了。最后美军的一发鱼雷恰好打中了弹药库，引发了大和舰的大爆炸，整艘战舰直接炸沉，导致大和舰2767名船员死亡，仅有200多人获救。从下水到被炸沉，大和舰都没见到过任何一艘美国军舰，至死都是在和舰载机战斗。专门防空的驱逐舰都比大和舰有用，大和舰输就输在主炮的射程上，再厉害也只有42公里的射程，根本摸不到航母。而航母厉害就厉害在舰载机可以把射程飙升到数百公里以外。所以说战列舰的时代结束了。所以说航母可以通杀一切军舰，不是战列舰的攻击力不够高，不是战列舰的防御力不够强，只是战列舰的主炮射程不够远。在整个二战期间，飞机都是射程最高的兵器，航母成为战争之王当之无愧。但在二战之后，人类发明了导弹，导弹技术发展到了今天，射程已经明显超过了飞机，而且是远远超过。有人从战列舰被淘汰的原理出发，提出了一个想法：如果有军舰的射程能够超过航母的舰载机，打的航母只能被动防御，那么是否就可以淘汰航母？就像航母当年淘汰战列舰那样。中国的055驱逐舰就是根据这个原理进行特化设计的，不惜一切提升射程。洲际导弹可以打上万公里那么远，但洲际导弹太大太重，搬不上军舰，就算勉强能上舰，也射不了几发。一旦被拦截，整艘军舰就没战斗力了，不划算。这种超级导弹放在陆地上发射就行。结合军舰自身的承载力，中国专门为055驱逐舰发明了一款新式导弹，叫鹰击21超高音速反舰导弹，射程超过1000公里，远远超过常规反舰导弹，而且可以掠海低空突防，且末端速度高达10倍音速，也就是3400米每秒。这种恐怖的超高音速对人类所有的防空系统都是重大挑战。如果055发动饱和式攻击，基本上航母是没可能拦下来的。只要漏一个没拦住，航母就原地爆炸了。就算是10倍音速的铁疙瘩命中目标，都是毁天灭地的打击，何况是为了反舰而特化设计的导弹呢？那爆炸效果绝对会让现代皮薄馅厚、满载飞机弹药的航母异常惊喜。而整个055驱逐舰不仅为隐身设计，还有112个发射单元，一次可装载112枚导弹，其中鹰击21反舰导弹，055驱逐舰可根据任务需求装载8至16枚，其余为防空导弹、反潜导弹等。现在我们知道了055驱逐舰能在1000公里的距离上对航母发动致命攻击，那航母的攻击距离是多少呢？航母的攻击范围取决于舰载机的攻击范围，而舰载机的攻击范围是不固定的。最大的原因是因为现在高级战机太重了，美军最先进的F-22战机空重就16吨，
战斗权重35吨，中国最先进的歼20空重17吨，战斗权重37吨，而航母甲板最大只能做到200多米长，根本无法支撑重型战机起飞。歼20空战几乎碾压所有飞机，这种宝贝海军肯定想要，但歼20太重了，在航母上根本飞不起来，给了海军也没办法用。所以舰载机都是减配的，为求能在航母上飞起来，要么减少燃油重量，要么减少挂弹重量，作战半径远远低于陆基飞机。只要你是滑跃式甲板设计的航母，就只能这样。美国尼米兹级核动力航母防御圈在650公里左右，福特号航母防御圈在850公里左右，俄罗斯库兹涅佐夫号航母防御圈在600公里左右，中国辽宁号航母防御圈为700公里左右。这个防御圈指的是能有效发挥战斗力的区域，并不是航母的极限射程。航母舰载机受限于体积，携带的导弹远弱于军舰发射的导弹，最远射程也就120公里，所以提升射程主要还是依赖于提升舰载机的航程。如果航母的舰载机只带1枚导弹，满载燃油，那确实可以大幅提升航程，从而大幅提升极限射程，但这没有意义。所以提升舰载机的起飞重量，就能立竿见影地提升航母的战斗力。而电磁弹射技术能显著提升舰载机的起飞重量，所以中国研发出航母电磁弹射技术才会震惊全球。所以中国研发出电磁弹射技术的马伟明才会被称为电磁险胜护国真君，才会被海军司令视若珍宝。目前航母电磁弹射技术只有中美两国掌握，美国只有1艘电磁弹射航母，就是福特号，中国也有1艘电磁弹射航母，就是福建舰。所以福特号才会比尼米兹号核动力航母多200公里的防御圈。而电磁弹射航母能有什么样的战斗力，中国也会很清楚，因为可以用福建舰对标模拟，哪怕是福特号射程也只有850公里，还不如055舰载导弹的1000多公里，依然处于严重劣势。而防御圈在600公里左右的普通航母，碰到055只能被摁着打，这是真正的被动挨打。055可以随便攻击，攻击失败了也没什么，但航母的防空网只要失手1次就完了。航母可不是大和舰那种铁王八，挨1发导弹它都受不了。当然，如果航母的舰载机放弃携弹量拼命装燃油的情况下，也可以把航程提升到1000公里以上，但这样的话，航母的战斗力就会大减，只有燃油没有弹药的舰载机构不成太大的威胁。然而即便如此，舰载机飞1000公里以上至少需要1个多小时，鹰击21只需要10分钟就到了，舰载机依然处于劣势。更离谱的是，055驱逐舰还挂载了大量的防空导弹，专打舰载机，射程定为200公里，恰好比美军舰载机挂载反舰导弹的攻击距离高80公里。舰载机哪怕好不容易飞到1000公里，大概率也会在攻击之前被全部击落，属于送死型攻击。航母不想这样，只能扭头赶紧跑，脱离055的射程范围。所以说055是一款专门为驱逐航母而研发的驱逐舰。55之所以具备如此威力，完全是因为鹰击21反舰导弹过于变态。美军舰载机挂载的反舰导弹射程是120公里，目前全球最先进的也就200公里，正常军舰携带反舰导弹射程是400至600公里，还不足以对航母构成碾压式威胁。而055携带的反舰导弹一口气把射程提升到了1000多公里，从而导致驱逐舰和航母的射程对比出现了质的改变。当然，航母也不是就这么被淘汰了。如果比拼持续火力投送的话，那航母远远优于055，攻击陆地目标也只能靠航母。但如果只考虑海战的话，航母还真的很怕055这种超远程反舰导弹。随着鹰击21的诞生，人类导弹技术的研发已经突破了一个临界点，后续的舰载机导弹射程肯定会越来越远，威力越来越大。后续随着人类导弹技术的持续发展，研发出射程在2000公里甚至3000公里以上的反舰导弹，我都不奇怪。而对应的驱逐舰重量也会从1.3万吨继续提升，最后研发出3万吨、5万吨的导弹驱逐舰都有可能，甚至可能比如今的航空母舰还重。到时候这种驱逐舰其实就应该叫导弹母舰了。打常规军舰就像当年航母打战列舰一样，打着玩，凭射程优势随意欺负对手。所以如果以后爆发战争，那中国的055驱逐舰出现的地方1000公里范围以内的所有航母会被自动驱逐，要么自己走，要么我们所有鹰击21全部饱和式发射攻击，送你回家。所以哪怕是镇国重器，055也还是叫驱逐舰，因为目前的效果就是驱逐航母。像这样的战争神器，我们已经下水8艘，还在继续建造中。因此055是中国的镇国重器，只看不卖。你知道每分钟1.1万发炮弹能有多恐怖吗？
能不能拦截司马赫的超音速武器？我们中国的1130近防炮是不是全球近防炮的天花板？作为海上舰艇的最后一道防线，只要射速够快，火力够猛，就能保证舰艇的生存率，就能称之为天花板。但你可能很难相信，我们中国的1130还远不是全球射速最快、火力最猛的近防炮，而且1130实际上也打不出万发炮弹。本期视频我们就将以射速排名的方式，一起来了解一下全球火力最猛的5款近防炮。排名第5，密集阵。密集阵的密集2字就是所指火力密集，想必有不少朋友都知道，这是美国家里目前火力最密集、性能最顶级的一款近防炮。甚至它曾经也算是全球近防炮的天花板，每分钟射速高达4500发，反应时间就只有2秒。面对亚音速飞行的目标，拦截成功率最高可达70%往上。但是随着现代突防技术的进步，这密集阵早已不复当日荣光，尤其是跟咱们家的1130相比。你要知道，这密集阵的主体就是一门6管20毫米的火神机炮，虽说集成了搜索、跟踪和火控3维体雷达技术，能够自动搜索、探测、跟踪并攻击目标，但是这个距离却只有10公里。而且其机炮射程也只有1.5公里，每分钟射出4500发炮弹，更是只存在于理论当中，因为它的弹鼓最多就只能预装1550枚炮弹。当然，1550枚面对亚音速飞行的目标，拦截成功率也不低，最起码达到70%不成问题。可面对那些动不动好几马赫的高超音速目标，这火力真够用吗？排名第4，730。在1130寒冰问世之前，730就是咱们中国乃至全亚洲射速最快、火力最猛的近防炮。它的射速每分钟高达4500发，火力密度远超美国的密集阵，而且其火攻系统还整合了最先进的雷达与光电综合系统，使之探测距离最远达到了20公里，具备了多目标跟踪解算能力。至于机炮主体，它更是采用了一门外能源驱动的7管30毫米大口径机炮。该机炮除了射速更快之外，射程也更远，威力也更大。再配合高爆弹或者穿甲弹时，即可在5000米之内直接摧毁来袭目标。当然，730的单次作战备弹量也就只有640发，如果全速射击也就只能打10秒钟左右，但它却胜在精度高。据了解，730击毁目标的概率至少也可达90%往上。如果使用最高射速，凭借640枚炮弹，就足以摧毁至少8枚突防速度在2马赫左右的超音速导弹。这您说猛不猛？只不过呢，咱有啥说啥，730的强度也仅限于我们中国或者亚洲地区，在世界范围内还是差点意思。排名第3，卡什坦。卡什坦是目前全球唯一一款将大威力火炮、多用途导弹、黑体式雷达以及光电火控系统集成在一个炮塔上的近防炮，主打的就是一个力大飞砖、重炮防御。毫无疑问，该炮就是战斗民族俄罗斯家的主力近防炮，其主体融合了2门6管30毫米加特林机炮和2组4管反舰防空导弹，配合背负式窄波束搜索雷达与火控系统，就可以轻松应对导弹、战机或水面舰艇等等多种威胁。据了解，其最大探测距离约为12公里，可同时跟踪约30个目标。至于火力，其火炮射速每分钟高达1万发，有效射程可达4000米。反舰防空导弹最大射程约为10公里，最大射高约为6公里。当然，其火炮的储备弹药实际就只有1000发，全速射击也就只能坚持6秒左右，而防空导弹也就只有32枚。但在两者相结合之下，其拦截能力也达到了一个相当不错的水平。最起码像咱们730近防炮所能拦截的东西，这卡斯坦也通通都能拦截。只不过可惜的是，该炮体积过大，尺寸小一点的舰艇根本就无法安装，再加上电子设备还有些老旧，在当今复杂环境下的作战能力还会有所降低，所以这卡什坦在未来防空领域应该也很难成为主流，天花板就更不要想了。排名第2，1130就是我们中国那大名鼎鼎的万发炮，以每分钟1.1万发炮弹的射速闻名天下，以多目标追踪能力和超音速武器拦截性能稳坐全球近防炮性能榜首多年。据了解，1130的主体是一门11管30毫米的加特林机炮，该机炮不仅采用了撞管式设计，还加装了双向交替供弹结构，其中撞管式设计就使得其每根炮管都能实现高速旋转，还都能独立完成进弹发射、退弹流程，从而就极大保证了其炮管的高转速、炮弹的高射速。而双向交替供弹结构就是左右两侧各配置上了一个弹鼓，在连续射击过程当中，所有弹鼓能够进行交替供弹，从而极大提高了其供弹效率。
当然，即便如此，其每个弹鼓最多也就只能装备1280发子弹，总备弹量也就是2560发。在实际作战当中，如果全速射击打个10来秒，它就会哑火。但你要知道，对于1130强大的火控系统，即便是只能打10来秒，2560发炮弹，它依旧能够对飞行速度在2到4马赫的超音速武器造成至少96%的拦截成功率。而对于一般亚音速的武器，其拦截成功率那更是接近100%。只不过呢，时代在发展，科技在进步，放到几年前，这1130就是妥妥的全球近防炮天花板。但放到今天，它也有些不够看了。排名第一，陆盾3000，想必有不少朋友应该都听说过。陆盾3000又叫要你命3000，它并不是海基近防炮，而是陆基近防炮，是我国基于1130近防技术所衍生的陆基版本。所以陆盾3000跟1130的相似之处还是非常多的，比如它们的主体同样都是11管30毫米的加特林旋转机炮，备弹量同样都是2560发，但是它与其火控系统的升级射速相较于1130还是有不小提升的，至少已经提升到了每分钟1.2万发，相传最高更是可达2万发。而更值得说的是，它还有我国陆基8联装防空导弹系统进行了整合升级，实现了弹炮协同，大大提升了对蜂群目标的毁伤效率。同时，它也用上了我国最先进的3座标有源相控阵雷达，探测距离达到了15公里，并且还可以同时锁定40个目标，并自动分配优先级，具备全天候、全时段精准追踪能力，对隐身无人机和高速目标也同样有效。总之就是一句话，1130能拦截的目标它能拦截，1130不能拦截的目标它也能拦截。如果说1130是全球近防炮舰的天花板，那陆盾3000就可以说是站到了天花板之上。您说猛不猛？